哎，昨天我老公跟我质疑了一个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概念——家和万事兴。他不认可这个事儿，引发了我的深思。咋回事呢？昨天俺家拿铁溜进了贾奥达的卧室，把贾奥达组装的小恐龙给拆了。人贾奥达本来在客厅看电视呢，都没发现。我大胖媳妇贼拉欠就过来了，你看看你的笼子，让小弟给拆了。贾奥达回屋一看，嗷家伙一声，把拿铁当场给拎出来了，给拿铁吓哭了。我妈看着这一幕，赶紧冲过来，冲姐姐说：“弟他小，你别跟他一样，你给他整哭干啥呀？让你妈再去给你买个恐龙啊！你别让弟弟哭了，让着点弟弟的，让着弟弟啊！”贾奥达呢，本来自己精心组装的东西就坏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告知的无条件让着弟弟，那更委屈了，嗷家也哭了。我老公就跟我妈说：“孩子的问题你得让他俩自己解决。姐姐面对这个事儿就俩选择：一，接受，接受你的弟弟肯定会搞破坏，那你接受了以后你就别凶他；二，不接受，我不想无条件让着他，那你以后就把自己东西全收抽屉里，或者你出你卧室你就关门。弟弟也有俩选择。”你选择一定要进你姐的屋，你就得接受被她拎出来。你不想被拎，你少碰人东西，这事儿就得他俩之间这么解决。我妈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不能听孩子哭，我不能听孩子哭，我上火。但是你俩大人干啥的？赶紧听我的，你俩领老大出去，再给买个恐龙，我在家哄老二。”我呢就很闹心，我想让这事儿赶紧过去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：“我说这事儿就是你找的，你咋这么不嫌事儿多呢？还来告状来了？你是瓜尔佳氏啊，没事儿，臣妾高发熹贵妃。现在俩孩子哇哇哭，你这就听我妈的吧，别杠，就家里没有对和错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家中没有对和错，但是家中纠纷躲不过。你怎么老和稀泥呢？你今天听你妈的，出去给老大再买个笼，回来老二又整坏了。明天你再出去买个笼，回来又整坏了。你家干啥呢？笼的传人，笼的传人啊！你豁不过去，这事就不存在了吗？你遇上问题不得解决问题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想在家里吵架。我们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。”他说：“你说那玩意儿没有道理，还家和万事兴？能让万事兴的只能家鱼，只能家鱼。”但是我告诉你，最近汉语我可进步了，家和万事兴这个和字还念和，利和稀泥，它的意思就是以不得罪人为唯一目的，让问题无限循环。利张彩玲此时，你现在的方法论就属于家和万事兴。然后这个事儿就引发了我一点深思，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和我婆婆发生冲突，就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菜的时候菜板子用错了，就在切菜的菜板上切肉了。我婆婆就很直白的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啊，你们亚洲人这么做可能还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么混用，我们可能会死的。我当时听了非常不舒服，但是我确实也是用错了。我以为我老公肯定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妈岁数大了，思维也改不了了，她也不是坏心。”就这种话，就把这事豁不过去。我没想到我大胖媳妇直接跟他妈说：“哎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把咱们这个物种说的如此脆弱，并不显得你比人家高级，只是显着咱们没有人家进化的好，活着费劲，易灭绝。以后这种无脑优越感可以收一收。”还比如我婆婆路怒症，平时能板住，一上路就骂人。有一次我婆婆开车又失控了，车里还有孩子呢，我也不好意思管呢。我老公上来就勒令他妈，再骂一句人，3天看不着孙女啊！我婆婆当时就改了，拐弯的时候让别的车给别了。This car is a Ford。他对他妈这样，我确实不上火，有时候还有点小过瘾。但是他对我妈这样闹心的就是我。在我打小的时候，我们要出去吃饭，我妈当时刚买了一辆新车，就车的后座都用她那个车套给罩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安不进去儿童的安全座椅。我妈说没事，开车就5分钟。我老公说：“哎，无座椅不出行。”我妈面上就过不去了，俩人就僵持了，我就又闹心了。我说：“老公，咱别犟，不远，要不你抱着孩子走去吧，咱别跟我妈吵架，行不？我跟你说过那句话，孝顺孝顺，想孝的带点顺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记着那句话，哎，孝顺孝顺，想顺的带点孝，带点孝。”你先别跟我说这个，你问题你不得解决吗？我今天是可以抱孩子去饭店，那明天去机场呢，我也走去啊。我妈说：“这铁岭城市小，也就开20迈，能有啥事儿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你开20迈，那撞你的人要开200迈呢，一样没？然后我关于这事儿有个什么小反思呢？就他这样肯定是让我很操心，但是他的逻辑呢，就是我不怕眼下要发生冲突，即使是在家里，即使是跟长辈，然后呢说明白就完事儿，这问题就解决。这种方式呢，确实避免了很多问题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磨磨唧唧发生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也少和稀泥。家里和和家里和确实是两码事儿，你觉得呢？放假第一天。上班第一天。哎呦我的妈！
我妈前一阵被误诊，我婆婆温迪一番安慰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妈对她的印象。以前就是有点烦，现在是真的恨。前几天我妈来北京检查，医生跟我说我妈肺部像是恶性肿瘤，当时给我吓完了，我就找了很多医生看，最后才发现是结节长得有点奇怪，但其实是良性的，没事儿。但是你能想象当时被误诊的时候，那我家真是就是愁云笼罩啊。然后是温迪一听说，立马在俺家群里给我妈发微信，就是外国人非常标准的那套慰问。Oh, I'm so sorry， 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。我就赶紧给温迪发私信，我说温迪，你现在少说点这些虚的，你就表达你理解他。温迪说我懂。然后跟我妈说，我嫂子哈跟你得的是一模一样的病，去年没了，从得知到走4个月，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，说没就没了。我赶紧给温迪发私信，我说温迪，你看你能撤回不？如果不能的话，你能不能不说你嫂子跟我妈一样的地方，你强调一下你嫂子跟我妈不一样的地方，我求你了。然后我看群里温迪立马补一句，但是我嫂子是一个墨西哥人，就是温迪他也不是不关心你，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吉利话，别说忌讳词这种概念。所以对于他们，就你要是跟他生气吧，那结局只有是你跟他们生气。我知道他这个特点，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婚纱邮过来让我穿，跟我说的是你一定要用我的婚纱，这个婚纱我妈穿过，然后离婚了，二婚时候还穿的它，然后又离婚了，然后给了我试了很多次，马上结婚了，未婚夫跑了，我就给我妹妹，我妹妹穿过一次，但是到那为止，这个婚纱就再没被人穿过。我说因为你妹妹又买一个婚纱，温迪说不是，因为我妹妹去世了。这个婚纱经历了3个女人，多有故事，多有历史。我一算，这不光3个女人，还5段婚姻呢，5段婚姻呢。所以以前吧，我还在想，是不是他们就对外人这样，就不在乎咋说话，对自己家人不这样。直到上个月，我小姑子妮蔻出了场车祸，住院了，轻微脑震荡。我在家里的群里正搁那码字想怎么慰问呢，我公公布兰啪一条信息，妮蔻今年脑震荡第2次了，爸爸先不去看你了，但是下次如果你直接进 ICU 了，爸爸考虑一下。So did they recognize you at the hospital? Frequent flyer miles? 给我镇住了。我要问大胖媳妇，我说你们的慰问方式就一直是这种诅咒型的吗？他说那你们碰着住院的，你们说啥呀？这时候你说啥也不对。我说我们直接往枕头底下塞钱。大胖媳妇说那还是不要了，他开车1年出好几回事儿，那咱家这2年出入挺平安的，你这种事儿跟他们可卷不起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开车这2年还真进步了。刚学车时候我也不会停车，但现在有蔚来 ES6了，自动泊车就是轻松搞定，而且 Naomi 还支持语音互动，播放喜欢的音乐，座椅按摩、加热，一切都不在话下。我觉得你扣再来可以整一辆，这2天他可以选颜色。不光我妈，我爸也深受其害。前2天我爸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坐飞机从沈阳回北京，中途有一段就特别颠簸，颠的我都要吐了。然后我爸就非常紧张，手握着把手，就人非常焦灼。大胖媳妇见了吧唧，啪打我爸一下。昨天晚上我说加盘小龙虾，你说嫌贵，现在你后悔不？我爸根本不听他说话，还是非常害怕，自己捣鼓。你说飞机上这降落伞都好使不？万一我这个不好使？大胖媳妇一把把我爸抱住了。没事，爸爸，用我的伞，我抱着你一起飞。哎，但是我不敢保证啊，落地的时候要是你先落地，我可能会把你压死。张大铁这周去幼儿园了，这几天我就观察他，我发现我就是生了一个2岁半的老干部，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的社会和老气。我为啥说他社会呢？他去幼儿园，班级另外那俩都2岁，小老弟儿，张大铁是老大哥。去的第1天，我把他送进之后，我出来就很惦记。人张大铁正吃午饭呢，我控制不住了，给人老师打电话说今天要不改成半天吧，我这就去接他。然后呢，人张大铁本来待得挺好，被老师莫名其妙给领出来，提前放学了。把他领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没反应过来。怎么走呢？往家走的路上，突然间让我第一句话，那啥吧，你干啥去了？我一会儿就回去。没意思。我还问我说谁是迪兰啊？回家我才想起来，他有个同学叫 Dylan， 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到他嘴里就变成迪兰了。他老气的第2个表现就是特别淡定，淡定的不可思议。我昨天晚上领他们去主题公园玩了，正好赶上万圣节活动，满公园都是 NPC 在那装鬼吓唬人。大胖姐就抱他过去了，有一个 NPC 呢满身是血就过来了，把我俩吓坏了。我寻思这张大铁不更得吓尿裤子了？结果那个女鬼往这边走，一靠近张大铁，张大铁的反应是给女鬼吓一跳。这个幼崽见到鬼的反应真是见鬼，真是见鬼。翟达虽然害怕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好奇心，一直往前看。而张大铁完全不懂这种装神弄鬼文化的意义何在，自己在那叨叨。我以为张大铁这么淡定是因为他没明白咋回事，没想到他明白，而且他还哄他姐。都是假的。他爸也跟拿铁说，对，你告诉你姐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 NPC。回家的路上，拿铁看他姐还害怕呢，但拿铁不懂英语，他告诉他姐，不要怕姐姐，看我的是切鸡尾，看我的是切鸡尾。张拿铁还有个特点，他还洁癖，给他脸上涂那小南瓜，人别的孩子都很喜欢，他一直要去厕所洗脸，玩了1天，照的片片的，回家立马换衣服，换下来脏衣服都不知道招了多少细菌，我闻还有点馊，搁以前搓完还有味儿，去味儿还得除菌，赶紧用上利百味氏植物除菌洗衣液，西双版纳茶树精油除菌，洗完是不刺鼻的茶香，拿铁秒变抹茶拿铁。然后在主题公园，拿铁体验了人生第1次坐过山车，上了过山车，我在前面喊的跟个大傻子似的，张拿铁全程一个表情。
我们去做一个类似激流勇进的项目，他姐下完了，张大铁呢全程就一个事儿，跟在座各位大恐龙、大蟒蛇打个招呼。那船到高处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浮冲给我吓完了，我嗷家伙一声，张大铁面无表情。下车的时候，张大铁问他爸：“刚才是谁在那嗷嗷喊？”他爸说：“就是你妈。”不扯，不扯，不扯，不扯。